老烟贼，你可真是寿星宫上吊，找死呢！还敢用爆破符？哼哼，今儿老娘让你尝尝爆破符的滋味。温竹清手一抖，一把爆破符出现在他的手里，两人瞳孔骤缩。漫天神佛呀，这么多的爆破符都能把他们给碎成渣渣了。师父，救我狗命！于成风使出了最后的保命手段，师傅的一缕分身青天剑监正乔千羽的影子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乔千羽刚睁开眼，就看到一叠子的爆破符啊！妈的，哪个孙子坑老夫呢？不容他细想，大袖一挥，挡住了爆破符的威力。一阵阵的爆破声响起，听得人是头皮发麻。终于安静下来。师父，徒儿差点就死了。滚犊子！老夫才是差点被你害死了。你个坑师傅的玩意儿，下次师傅只给你收尸。乔千羽的身影已经虚弱的只剩下了浅浅的影子，差点就散了。那可是一叠子的爆破符啊，叠加的威力，就算是分神期的大佬来了，也够喝上一壶的。师父，都是宋晨这个狗太监害我，徒弟是被他给连累的。你们说够了吗？黄泉路上可以慢慢说的。一伸手，又是一叠子的符纸，这次多了五雷符。乔千羽下意识的就想逃，这是哪位渡劫真君的亲孙女吗？难道啊？除了渡劫真君，乔千羽想不出来谁还有这个能力能够给出这么多的符纸。宋晨也麻了，不敢再嚣张了。要说温竹清的道法他看不懂，可是这爆破符是他好不容易从茅山派买来的，花费了他半生积蓄，仅此一张。可温竹清呢，人家那是一沓子一沓子的往外拿呀，这什么身家呀，太豪横了，惹不起呀，简直是惹不起。姑娘，有话好好说，老夫是擎天剑监正，这逆徒哪里得罪姑娘了？老夫替他赔罪。温竹清看他一把年纪，于成风也不是主谋，火气就散了一些，不过语气还是很气愤。什么时候青天剑竟然听朝中阉人的吩咐了？青天剑简直丢了修道中人的脸，干脆自己也阉了，跟阉贼为伍好了。于成风就，你这么歹毒的，我就只是一时兴起想出来玩，怎么就成了阉人一伙的了呀？乔千羽为人很是老道，并没有反驳，顺着他说道。温竹清看他态度诚恳，行吧，记住你的话，他的鸟儿先寄存起来，并不属于他的。夫人，注意影响。哦，好吧，他的男人的象征，这个可以吧？乔千羽都尴尬了。都是一个意思，姑娘性情中人，不愧是修道中人呢，随性自然。逆徒，还不快谢谢姑娘？于成风想哭，他的宝贝都保不住了，还得谢谢人家。这次出门真的是亏大发了。下次别听别人蛊惑，助纣为虐，这份因果会落在你身上的，你承担得起吗？乔千羽跟着骂道：老夫不过闭关2月，你就给老夫惹这么大的祸，回去闭门思过，不到元婴期不得出来。不是，师父，我才金丹初期啊，修炼到元婴期不得5、60年啊，我最美好的年华那不是都浪费了吗？你这么笨的吗？一个大境界要5、60年，你的寿数能支撑到你修到那一步？化神都难了，不如趁早别修了，娶妻生子还来得及。大境界呀，50年很长吗？我师父才到炼虚期，他都200岁了，我已经很快了，好不好？温竹清想了想，他穿越过来3个多月，已经从炼气到了筑基，不出2年准能结丹。那个时候才多大呀？18岁吗？按照这个速度，30岁之前元婴，那应该不难吧？乔千羽心中一动，问道：姑娘芳龄啊？本姑娘16了，青春无敌，羡慕吧？于成风不是羡慕，他是嫉妒啊。你16岁？没骗我，16岁筑基期，这是什么天才啊？哎呀，也就一般般喽。我的计划是30岁元婴，想想10多年呢，也挺难熬的。于成风不想听他说话。您能闭嘴吗？想扇你。梁正远当了背景板，休战的话题他参与不上，也就不说话了。
乔千羽看了宋晨一眼，宋内侍啊，我今天见一向不参与后宫事务，我徒儿自己没脑子，我也不怪你。不过以后呢，别来坑我徒儿。我乔千羽还没死呢，也能活得过你。多余的不说了，你心里清楚。乔千羽又白了于承风一眼，这个倒霉徒弟真想给逐出师门。你们跟他的事情如何解决我不管，但是他杀了我村里2个年轻人，还想杀我全家，这个仇可是结下了。乔建正要替他出头吗？乔千羽沉默，这事儿他不好管，弄不好就里外不是人。咱家是奉了皇上旨意办事儿的，你敢杀了咱家，也得掂量掂量你们村够不够皇上杀的。你们也没事嘛，不如就此算了，让他多赔偿银子补偿村民，闹大了对你们村也不好。温竹清沉默，看着宋晨得意的脸，心中是怒火冲天。皇权天下真是讨厌，根本就没有普通人的活路。乔建正、于真人，我就不留你们了。这个阉贼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我留他一夜，教教他怎么做个人。留一条命就行了。乔千羽说完就彻底的消失了。于承风松了一口气，告辞，迅速的遁走了，只剩下宋晨一个人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突然盯着梁正远的脸，瞳孔微微的收缩，随即低下头来，呼吸明显加快了。看来你认出我来了，我也不否认，只是你认出又能怎么样？大不了我杀了你，重新找地方躲起来。天下之大，总有我们容身之处。以前梁正远或许没这个底气，但现在呢，有温竹清在，他都敢上天入海了，颇有底气。宋晨见瞒不住了，也是破罐子破摔。想不到堂堂西北王世子，镇北大将军，竟然屈居在这么穷的小村子里，真是委屈您了。温竹清这才听说梁正远的身份，比他想象的更加的厉害，确实是委屈了。你想怎么处置他？弄死还是弄成白痴，还是清洗掉记忆，都不是小事儿。记忆还能清除？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想要修行？就是想做到很多凡人做不到的事情。梁正远高兴了，宋晨可就傻眼了。他什么运气啊，竟然娶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夫人。我觉得还是弄死吧，杀人偿命，这老太监一身罪孽，杀了他，我还能落下功德呢。宋晨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，不敢吭声。梁正远权衡一番，说道：清洗记忆，从他进入村子那一刻开始，让他忘记吧。现在不是杀了宫里人的时候，死了他一个不要紧，会引来更厉害的人物的。行吧，听你的。温竹清像是用吸星大法一样，把人给吸过来，控制灵气在他的脑子里面翻腾。不大一会儿，宋晨晕了过去。我给送回去，你收拾家里。那2个村民都给抚恤，毕竟是为了村子而死的。交给我了。温竹清点点头，眨眼之间消失不见。梁正远感慨，阿青的修行又精进了不少，心里也升起了危机感。宋晨可不好应付，他已经放出了无数的假消息，都不能把人给引走，看来得下狠招才行。孩子们都跑了出来。阿娘呢？那个坏人呢？都打跑了吗？打跑了，不过今天你们做错什么了？孩子们面面相觑，突然又一起跑了回去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给梁正远教训的机会。梁正远都无语了，一个个的心眼可真多。他不教训，等着阿青回来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果然，温竹清回来了，晚上给大家做了好吃的，压压惊。虽然孩子们惊吓没多少，一个比一个胆子大，但是阿娘给做的好吃的就必须得吃。第2天呢，看着这沙袋变得更大了，梅花桩的高度也提升了，练武场也是增加了不少的路障，训练难度提升了几倍，一个个呢都有一些傻眼了。想看热闹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想要搞事情，想不被人欺负，那就要自身足够强大。没本事还爱出风头，那是作死。你们想当作死的孩子吗？不想的。那就好好锻炼，从今日起训练加倍，增加实战对抗。都有信心没有？没有。这么没信心啊？你行，以后都躲好了，
让我看到你们自作主张出来冒险，那我就让你们尝尝真正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有信心，多听阿娘的。孩子们不知道，今天的苦难只是个开始，之后的训练那简直是惨无人道。他们的娘亲果然是不负后娘之名啊，就连小五都没落下。这些都是后话。现在温竹清要跟梁正远说他身份的事儿，什么西北王啊、大将军的，他要知己知彼，才能够选择要不要与他同甘共苦。梁正远就跟犯错的学生一样，等待先生的责罚，心中忐忑不安。自己坦白，还是我问什么你说什么？你问吧，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行，你和朝廷什么恩怨？我家父是朝廷唯一的异姓王，西北王。萧家百年都是将门世家，镇守西北边境，抵御外族入侵。只是军权过剩，历代萧家嫡女都会嫁给皇室联姻，这朝也不例外。今上娶的是我的嫡长姐。温竹清知道他身份尊贵，可没想到这般的贵不可言。这是皇上的小舅子，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后来呢？怎么这般狼狈？后来我的对假污蔑父王通敌，还呈上证据。皇上听信谗言，异族犯边，我们全家拼命杀敌的时候，他断了粮草。18道令箭召父亲回京解释，可是战事紧迫，父亲怎能离开呢？就给他安了一个抗旨不遵的罪名。然后姐姐也被打入冷宫，就连2个孩子也都是我拼死才保下来的。温竹清沉默，老套却又悲凉的故事。你打算一直这么躲着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现在已经联系曾经追随萧家的亲卫们，查找父亲被冤枉的证据。总有一天我会重新回去的，就算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2个孩子。他们本该是天下最尊贵的公主、皇子，却被人追得跟丧家之犬一样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。你这么想呢，也不是不对，但是吧，很难得到你想要的公道。公道靠的是事实吗？真是天真，靠的是实力，是拳头。你拳头足够大，皇帝都得看你脸色，你才能得偿所愿。真相重要吗？皇帝能不知道？真正重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皇上想要的是什么。梁正远如遭雷劈，双目呆滞。是，就算他找到了真相，皇上不想平反昭雪，他又能怎么样呢？温竹清的话让他重新改变了策略。搜集证据不是最重要的，自身强大，强大到皇帝都畏惧，才可以保护好妻儿，救姐姐出冷宫。温竹清知道了他家族的恩怨情仇，既然都已经卷进来了，那肯定是站在梁正远这一边了。孩子们那也是他的孩子呀。别人听到造反跟皇上叫板，那吓得腿都软了。这位呢却兴奋起来，穿越人士不造反一回好像都白穿越了，咱也热血一回，扫平天下不平事，让这日月改天换地。梁正远啊，造反是需要银子的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银子，只靠着香皂有点慢呢。咱开酒楼，开客栈吧，这些地方消息灵通，来钱也快，还能安置你的亲信人手，最合适不过了。只靠你自己的力量太过单薄了，需要拉拢帮手，咱得走出去，不能一直窝在村子里了。我没想造反，我只想皇上认个错，还萧家一个清白。萧家世代忠良，没有谋逆之人。滚！梁正远还没回神，不知道他为什么翻脸，就被温竹清给丢出去了。梁正远就知道温竹清真的生气了，不想跟他说话了。有什么话好好说呀，总是这么暴躁。哎，我既然不生气，还想着去道歉哄他，怎么有点贱嗖嗖的呢？温竹清那个气呀，这什么愚忠之人呢？气死他了都！狗皇帝都已经灭你全家了，你还指望他良心发现呢？啊，道个歉，认个错就算了，他是不是也可以杀人放火，然后道个歉就没事了？这什么狗屁想法！心情不顺，就把张老魔给弄出来，拽着狠狠的摇晃。气死我了！只想挖开你的脑袋，看看里面装了多少粪呢！别晃了，散掉了，我又怎么惹你了？张老魔最近都没出门，躲在戒指里面睡觉呢。这可真是祸从天降，狠狠地被摁在地上，又踩了几脚。温竹清这才心里面舒服了一些，上床睡觉了，留下张老魔承担所有。他也不敢问呢，生怕这位再生气，再给他打一顿。幸好他也没身体，哎，张老魔就忍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阿青啊，我有事儿想跟你讲。昨天你要说的那件事儿，我不想听。
你做你的忠臣良将，别跟我这样的逆臣贼子在一起啊！别玷污了您高尚的情怀，一边去，好狗不挡道。梁正远这心里也懊恼后悔啊！阿青为了他都敢造反了，谁能为自己做到这个程度？他还不知好歹，还想着重拿轻放。嗨，这对得起阿青的一片心吗？阿青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。我没想到你对我这般情深意重，是我辜负了你。温竹清一脸的问号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对你情深意重？哼，你睡一觉起来小脑睡没了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在我这儿这么重要啊？真是敢想啊！你爱改不改，别来我面前晃悠，我怕我忍不住会揍你的。那就揍吧，我也想试试我的功力有没有长进。哼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温竹清早饭也不吃了，带着他到了练武场。准备好了吗？梁正远咽了一下口水，这顿揍那肯定是很惨，希望阿青能够轻点他。来吧。两人你来我往的打在了一块儿。梁正远学了温竹清教给他的穴位修炼法，内功可以储存在穴位里，比之平时多了3倍的内功储量，勉强扛得住温竹清的暴揍。不过温竹清也不轻松，只动拳脚不用道法，他也很累的，终于一脚把他给踹飞了。不打了，饿了，回去吃饭。喝了美味的羊汤，喷香的酥油饼，这日子过得可太开心了。他们开心了，那县衙里的许县令可就难熬了。宋晨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在屋子里面发飙呢，砸了好多的东西。宋晨不知道自己洗去了一天的记忆，直觉有事儿发生了，还是很重要的事儿。属下的太监们问他出门做了什么，需要他们善后吗？宋晨就想了半天，竟然是一点的记忆都没有，好像出城溜了一圈又回来了。这不是他的作风啊，究竟哪儿不对呢？于承风还不告而别，让他就更加的生气了。目光落在书桌上，是最近的情报。梁正远的名字还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。宋晨蹙眉，这个梁正远有问题啊！来人，去查一查梁家人。咱家直觉这个梁家老大有问题。老祖宗啊，您昨儿就这么说的，奴才已经查清楚了，已经给您了呀。有些记忆可以抹除，但是人的性格却无法改变。宋晨还是盯上了梁正远。这一次他不敢轻举妄动了，而是派了属下暗访。君子不立危墙，这老东西也挺狡猾的，属下死总比自个儿死的好啊。温竹清还在跟梁正远赌气呢，准确的来说是不想见到他，甚至已经开始谋划离开的事儿了。一直待在村子里哪有那么多功德呀？他还没忘记自己命不久矣这事儿呢。这么一算，也就只剩下2月了。温竹清看着活泼的孩子们，越来越有家的温馨，都有点舍不得离开了。阿青，我得了些好茶叶，你尝一尝，是以前的龙井，可不容易买到的。温竹清是茶照喝，可脸色照样不给，不想看他，闹心呢。这是人与人的三观不同。梁正远也不是什么小孩子了，温竹清不指望他能够改变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，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你上次说的酒楼和客栈的事儿，能否详细说一说？我觉得可行。你也说了是上次了，我现在不想说了。你觉得可行，那你就去做，不用管我。家里我会照顾好的，孩子们你就放心吧。梁正远就觉得他这什么意思啊？撵自个儿走啊？他当然放心孩子们，只是不放心自己，整天在他眼皮子底下还嫌弃呢。这要是一去个2、3年，阿青还能记得他吗？阿青，我已经认错了，你有什么咱说开了不就好吗？求你别这样好吗？不好，咱们不是一路人，我不想改变你，你也不指望我会为你改变。我可以为你改变啊。不需要。温竹清抬了抬手，果断拒绝。首先，你累积资金蓄养自己的势力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帮你的家族平反，救你姐姐。其次，是为了让孩子们回归正位，夺回属于他们的一切，让他们和母亲团圆。最后才是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甚至这个家都只是暂时的，因为别的孩子只是你的挡箭牌，就连我这个后娘也是为了遮掩你的身份。你说的都对，我曾经是走错了，我也是实在没法子了。我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，想把孩子们安置好，娶一个继母来照顾他们，就算是一辈子只能生活在这个小村子里，只要他们活着就好。阿青，你的出现给了我希望，我承认我也有点卑鄙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害你。
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孩子。这一点倒是真的，否则温竹清也不会容忍他。现在你我站在同一艘船上了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的未来都希望有你陪着我。哼，那你怎么不问问我想不想陪着你啊？想的咋这么美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未来没有你。行吧，那咱们换个说法，咱们合作，酒楼客栈你占50%的分红，只需要适当给点意见，可以吗？这个可以，你要跟我讲利益，还算是人话。酒楼呢需要特色菜，每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，你不是开一家酒楼的，这个就需要因地制宜啊。客栈也一样，有钱就能开的。你现在需要的是人才，真正的商业人才，能帮你开拓市场，还能信任的人才。你觉得薛不凡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只是人家薛少东家自己家生意不要了，能给你帮忙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薛家内斗的厉害，他这个少东家当不上家主，就会被别的兄弟取代了，甚至会被赶出家门。所以你打算帮薛不凡夺取家主之位？不，我让他脱离薛家。薛家是有些家业，但是内斗太严重了，迟早会把他拖垮。他家里人对他也不好，不如脱离薛家，重新闯出一番事业来。若干年后，他自己就是一个薛家，曾经的亲人们只会来巴结讨好他，那时候才是薛不凡真正掌控自己命运的时候。温竹清知道他的意思，不管现在薛不凡做的有多好，世人都会以为他是靠着家族才成功的。若是自己被薛家放弃，孤身一人闯出事业来，站在比薛家更高的高度来俯瞰他们，他的心才是真正的强大。你说的也对，家族有时候是助力，有时候也是掣肘。阿青真聪明。我聪明用你说。温竹清赏他一个白眼。人才的问题解决了，资金呢？全天下开酒楼客栈可都不是一笔小钱，启动资金都得几10万两，还是保守估计。你不是什么西北王吗？你家不得有金山银山啊？你觉得皇上能让我拿走家族财产吗？抄家了呢，全没了，进了皇上的私库，国库都没有用上，都给皇上养宠妃了。你们家就这么实在，没有提前准备个藏宝库什么的，都给抄走了？我父亲最是耿直，又是一心打仗，对这些身外之物不太关心，谁也没想到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阿青，很抱歉，我没有风风光光的娶你进门，就连彩礼都没有给你准备。我不想说空话，我可以保证，将来哪会属于我家的财产都给你，算是补了你的彩礼钱。我以整个家族为聘礼，8抬大轿，10里红妆，重新娶你一次。那你要这么说，现在皇帝私库里躺着的是我的银子？好像是的吧。只是有点别扭，是这么算的吗？哎呀，皇帝老二，可得把我的彩礼看好了。你要是败光我的银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杨正元，咱好好合计合计啊，我有一个最快速度把酒楼客栈开遍全国的法子。你说，我就知道我家阿青最聪明了。温竹清说的是钱氏的连锁方法。酒楼，温竹清决定用火锅，穿越的必胜神器嘛，非火锅莫属。客栈就比较麻烦一些，不能会员制，没办法招揽顾客，毕竟古代人出门那都是很少的。梁正远觉得问题不大，一般住客栈的都是商人，还有就是3年1次的科举。薛不凡本来就是商人，他在各地都有自己的人脉，这些人就是咱们的第一批客户。之后口耳相传，咱们客栈做得干净一些，肯定能够开下去。不管做什么，拼的是服务。咱们客栈可以推出帮顾客跑腿、打听消息的业务。如果客人有苦难，也要全力帮助，把顾客当成和朋友一样，肯定会成功的。有道是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啊。咱们的客栈遍布天下，谁不想多交几个朋友？阿青说的太好了，就这么办。我这就给薛不凡去信，问问他的意见。你去忙。钱的话，我这还有一些，你先拿去用。随后我去看看，找几个肥羊宰一宰。那倒不至于，我也有一些私产，暂时够用了。你还藏私房银子吗？是以前留着的，我家都会给成年的子嗣一些产业，让自己打理。那些产业我交给亲信管理，只是有些人背叛了我，想私吞我的产业，
前些日子才拿回来。哦，这样啊，就该如此。你这个人按说是武将，就该霸气果断的，怎么有点婆婆妈妈的？人家都欺负到头上了，你还想着一句道歉了事？道歉就那么万能吗？我从来不想要什么道歉，只想让仇人血债血偿。能让我原谅的，只有死人。阿青说的对，只有死人才配得到原谅。他不是没想过造反，而是小五太小了，而且未来的变数太多了。他扶持小五，将来他长大了，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个舅舅功高盖主，把他当了傀儡呢？现在想这些太早。他很奇怪，阿青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长大的，怎么就把造反说得跟喝水一样呢？他知道温竹清不是原来的那个温青青了，是一个意识的魂魄。有机会得问问阿青，他生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呢？两人商议好了未来的路，温竹清摆了摆手，让他跪安了。温竹清翻看自己的荷包，银子这玩意儿呢，真的是不经花，只剩下3万多两银子了，远远不够呢。宋晨这家伙虽然是离开了，但是2条人命，温竹清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来。梁正远一家补偿了100两银子，对外说是被野兽袭击害死的，没有说朝廷来人，怕他们担心害怕。这对一个庄户人家已经是巨款了，他们家呢倒是没有说什么，毕竟谁家也不是只有一个孩子。温竹清知道太监们都有钱，想了想，画了一张易容符，就起身出门了。宋晨住在县衙隔壁的院子里，很少出门，也谢绝了县城的乡绅富商前来拜访。这天在家里养伤，听到下人们窃窃私语。那位道长真的这么神的吗？当然了，我家丢失的驴子，他只是让爹爹写个字，就给了方向，很快就找到了。他还算出我家祖坟有变才会倒霉的。我爹回去一看，果然祖坟被黄叔皮子打了洞呢。前段日子下雨，灌进去雨水，祖先生气了。哎呦，那道长在哪儿呢？我也想算一算。你算什么呀？你家有麻烦啊？看你说的，我算一算姻缘不行吗？我跟小翠好了3年了，她一直不点头，我这心里没底儿啊。行吧，等下了差，我带着你一起去。人家道长一天只算5卦，说是有伤天和，不能太过于泄露天机，咱可得去早点。宋晨嗤之以鼻，又是骗人的把戏，他见过太多了。宋晨原本是不在意的，只是又看到自己的一个属下哭唧唧的就回来了。咱家还没死呢，哭什么呀？老祖宗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只是知道了自己的家人，奴才太高兴了，奴才感动才哭的。你的家人？你不是孤儿吗？是的，我一直这么认为。可是遇到了一个算命道士，我让他算一卦，没想到我是被拐卖的。我的父母一直在找我呢，我想和老祖宗告假，去看一看我父母。宋晨这人呢，心里阴暗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哪怕是他得力的属下。就算找到了，那又怎样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个太监，不是让母亲父亲蒙羞吗？咱们这种人呢，别想要太多，活着就好，连累父母，连累家族，哪有孑然一身来的自在呀？哼，老祖宗也是为你好，自己想想，自己命苦呢，就别连累父母了。老祖宗说的对，奴才只是想看一眼，不会相认的。奴才这条命已经是老祖宗的了。好孩子，你能这么想啊，老祖宗很高兴。去吧。多谢老祖宗。他没看到老祖宗眼底的杀意，高兴的就离开了。这个道士自然是温竹清假扮的，易容符之下，一个仙风道骨的老道士，看着就容易让人信任。小庄得了宋晨的准许去找父母，临走之前跟温竹清说一声，感谢他的帮忙。孩子，你昨天的面相虽然不好，好歹无性命之忧啊，可是现在却乌云盖顶，这是灭门之相啊！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呀，这人的面相还能变的吗？当然了，所谓相由心生，一念之间能改变许多。比如你今儿个行善，面相就慈眉善目；今儿起了坏心，面相就看着凶恶。面相不是命数，肯定会变啊。我只是跟主子请了假，要去找亲生父母啊，难不成我是灾星，会给父母带来灾祸？那我不找了。温竹清眼神一闪，我陪着你去吧。这怎么使得呢？太麻烦道长了。不麻烦，既然遇到了就是有缘。你是因为我算这一卦去找父母的，要是遭遇不测也是我的原因，我得了断这段因果。
那好吧，多谢道长了。温竹清陪着小庄去找父母。小庄的父母在当地还是有名的大善人，家产丰厚。你现在装作是我身边的道童，别说你的身世，有的时候能骗一骗父母，让他们高兴也是孝顺。好。小庄知道自己的身份只会让父母蒙羞，不如不认。两人到了庄家门口。贫道路经此地，有些口渴，可否讨一碗水喝？古代人比现代人更加的敬畏佛道，到了家门口都不会恶语相向，结个善缘也是好的。好，道长请进。休息一下，小的呀，让人沏茶。多谢。温竹清喝了茶水。贫道喝了你家茶水，也不会白喝的，免费送你家一卦，问问你家主人要不要算一算。好，小的去请示老爷。肯定是要算的呀。这些年为了找儿子，庄夫人不知道捐了多少的香火钱，年年做善事，就想孩子能够过得好一些。两人被带到了客厅，一张屏风遮挡，庄夫人亲自接见了他。道长，我丢了一个孩子，想算算我那可怜的孩子他还活着吗？哪怕是找不到他，只要他过得好，我就是死了也能瞑目了。小庄眼底酸涩，他以为自己是父母不要的孩子，原来母亲如此的爱他。夫人，我得见你一面，从面相来看看夫人的命数，方外之人没有男女之分的。好，是我近日思念儿子，身体不大好，容貌憔悴，不想见客，不是故意的怠慢道长的。屏风撤了，温竹清一看庄夫人这面相，心里一惊，这可是濒死之相啊！庄夫人命不久矣。庄夫人，你家孩子可有什么特征？生辰八字呢？我孩子肚子上有一块碗大的胎记，青色的，生辰八字我准备好了，道长请看看。小庄神色俱震，他肚子上确实是有胎记，毋庸置疑，这就是他的母亲啊。温竹清看了看生辰八字，这八字确实是命运多恶。你家孩子还活着，还身在天下最尊贵的地方，过得挺好的。夫人无需挂心，他也无法回来，身心已经献给了那个地方，不愁吃喝，前途远大，不认亲反而对他更好。真的吗？如此也好，那个地方难不成是寺庙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最尊贵的地方那肯定是皇宫啊。温竹清也不算说谎，庄夫人这么误会也没什么，对他们多好。我知道我不该问的，孩子活着就好，多谢道长了。无需客气。夫人，既然遇到了就是缘分，我看您的面相深有沉疴，贫道略懂医术，可否帮你把把脉？可以啊，道长好心，我感谢还来不及呢。温竹清刚要把脉，一个美貌的妇人就走了进来，妖妖娆娆的，容貌艳丽。姐姐，妹妹听说家里来了位道长，想来见识见识，姐姐不会怪妹妹不请自来吧？温竹清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位姐姐妹妹的喊得亲热，很是好奇，这些小妾为什么都没个正经样子呢？为什么男人都好这一口呢？人在这儿呢，你要是想算算你能活几年，大可请道长给你算算，只要道长愿意就好。道长，姐姐都这么说了，你可否赏脸啊？庄夫人也说了，我愿意才行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你看不起我？这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我辈修行中人，不犯口舌，不会把大实话说出来的。小庄和庄夫人一阵的无语，这位道长可真是个妙人。你一个臭道士，敢在我家撒野，信不信我让老爷不给你钱？本来也是有缘，夫人心善，面相又是旺夫发家之相，我不要钱也开心。那些个妖艳贱货，我看着恶心，给钱都不想算。贫道修行图的就是心情顺畅，随心所欲，不在乎世俗的虚伪礼数。温竹清说的是很任性了，老子都出家了，为的就是自个儿高兴。对的小妾无话可说，只能大喘气，胸前波涛汹涌，倒是有几分的本钱。哎，让道长见笑了，你退下，别丢人现眼。姐姐，退下，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呢。哼，我等老爷回来，
今儿我还非算不可了。温竹清无语，见过作死的，没见过上赶着送死的。这女的脑仁都长胸上了吧？这么没脑子，看来那个庄老爷也不是什么聪明人。他一走，温竹清继续给庄夫人把脉，脸色凝重。唉，夫人，你的身体可不太好啊。如果精心调养，用灵气疏导，或许还能活个几十年。可如果只能够吃中药，也就几个月的寿数了。我知道，能知道我儿平安，我死了也瞑目了。道长，我能见孩子一面吗？人都是贪心的，之前就只想知道孩子的下落，现在又想见上一面。见了，是不是还想相认呢？夫人，相信我，相见不如不见。是我奢望了，我想给孩子送点钱财，让孩子过得好一些，这个也不行吗？你孩子过得很好，不需要身外之物。我会告诉他，他的母亲没有抛弃他，他不是个被抛弃的孩子，他就会很高兴的。是我没保护好儿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死不足惜呀。小庄也红了眼眶，他想抱抱母亲，与母亲相认，可是想到自己残缺的身体只会让母亲更加的痛苦，就只能忍着。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面却不能相认。温竹清也觉得残忍，转移他的注意力，说道：夫人家也不是小门小户，下人也不少，怎么会丢了孩子呢？当年的事儿我查过了，是孩子自己贪玩，下人也都被发落了。可是有什么用呢？我儿也在外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啊。小庄的记忆被打开了，给温竹清使了一个眼色。温竹清用神识给他传话：怎么了？你在心里说就好，不用讲出来。小庄心神俱震，道长不愧是高人，更加的信任他了，说道：我想起小时候的事儿，当时不是我自己走丢的，是奶娘跟我讲，母亲在一个铺子里面等我，带我去走亲戚，我才要着急找她，不管下人跑走的。这是有人算计了，你的奶娘被人收买了。应该是的，奶娘一直对我很好，比母亲更温柔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害我呀。那就查清楚了。既然有问题，来一次就彻底的给解决掉。小少爷的奶娘应该是照顾小少爷最多的，她怎么处置了？奶娘当时自责的都要自杀了，撞柱子上吊的，哭得很是伤心。我也不忍心苛责，给了点银子就打发她回老家了。她照顾哥儿一直很是尽心，人也老实。哥儿丢了，她责任最大。我为了给哥儿积福，不想造杀孽，想着孩子落到好人家手里也能过上好日子，我做多少的善事都是愿意的。庄夫人啊，你善良，却不知道别人不一定有你一般善良的。奶娘走后，可有回来关心过孩子的下落？那倒是没有，难道是奶娘她害了我儿？庄夫人猛然回神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她岂不是帮了仇人吗？夫人想知道真相，调查一下奶娘的下落。如果还住在原来的地方，那就是心里坦荡，问心无愧。反之，夫人自己想吧。庄夫人脸色铁青，吩咐贴心婆子去调查，也是在附近的村子里，去打听也不太难。老爷回来了。庄老爷进门，还跟着小妾。小妾一脸的挑衅：老爷，姐姐跟那两位道长聊了好久了呢，妾身都不知道。算个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？庄老爷和小庄长得有点像，尤其是下巴和嘴巴，看着是一模一样，不愧是亲父子。既然是夫人的客人，待会让厨房准备好酒菜，然后留道长用饭呗。多谢庄老爷了，我跟夫人说起小公子丢失的事情。哼，我儿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但是不方便相见，而且夫人身体不好，忧思成疾，经不住舟车劳顿，知道孩子平安，夫人也能心安了。庄老爷要是想见孩子，贫道倒是可以帮忙的。当然要见了，必须得见。那个是老夫的小儿子，老夫抱着长那么大，就这么丢了，老夫都不敢想。哎呀，心如刀割呀！温竹清神色淡漠，不听他的忏悔。他想儿子是真的，但是并没有夫人想的多。
他还照样跟小妾生更多的孩子。男人天生就没有女人对孩子感情深厚。温竹清不会把真相告诉庄夫人，却打算告诉庄老爷，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锥心之痛，还有孩子丢失的真相，让庄老爷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，人生有多么的失败。小妾撇嘴，露出了嘲讽的笑意。想又怎么样啊，反正也回不来了。老爷别难过，咱们还有3根、4根、5节，都会孝顺老爷的。小妾生的数字而已，也配孝顺老爷？我们母子还没死呢，庄家还有我家大哥这个长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那几个庶出的玩意儿？老爷，妾身已经为老爷诞下几个孩子，还不能让姐姐满意，妾身真的是太难受了。好了，夫人身体不好，你别气她，孩子都是老爷的，老爷都会安排好，你呀就别多想了。妾身只有老爷您了。温竹清忍不住吐了，众人一阵的无语。不好意思，恶心到了。我这人见过的脏东西也不少，唯独受不了这个假惺惺油腻腻的。或许是贫道年纪大，避世太久，不懂普通人的乐趣吧。小妾磨牙，这个道士为什么总跟自个儿作对呀？道长，我不知道我哪儿错了，你这么对我，我只是一个弱女子，只想本本分分的活着而已啊。温竹清笑了，你非要找对，那他可就不客气了。庄老爷，我看您的面相子嗣并不丰厚啊，甚至没有女儿缘分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给你家几个庶子女看看面相。小妾脸色煞白。你含血喷人，肯定是无人收买你来污蔑妾身的。老爷，妾身被人这般羞辱，妾身不活了。庄老爷面色复杂。道长，人家修行中人都是积德行善的，你干嘛坏我家庭？罢了，这年头啊，说实话总是没人信的。庄老爷开心就好了，我只是受你夫人一碗茶的恩惠，只对她负责，是我多管闲事了。道长是我的客人，我带他们回我院子，不耽误老爷宠幸你的心肝宝贝儿了。哼，庄老爷，少吃点补品啊，毕竟上了年纪了。您的宝啊，如狼似虎的，也没必要拿命去伺候啊。庄夫人脸色一红，这个老不休，真的是多看他一眼都嫌脏。咱们走。婆子扶着他，温竹清笑眯眯的在两人的面上徘徊，吓得两人心肝直颤，生怕他又说出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来。这个道士太吓人了。庄老爷脸色突然一变，既然他能算出自己的身体不好，吃补药，那是不是说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？狐疑的眼神让小妾心里一毛。老爷，您该不会相信臭道士的胡言乱语吧？妾身伺候您这么多年，可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呀，上哪儿个找奸夫去啊？妾身真的冤枉死了，老爷您不信妾身以死明志吧。这么一哭一闹的，庄老爷那点怀疑又给散了。别这样，老爷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哎呦，那个老道士是个骗子，我得看着点儿，别让夫人上当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妾身等你回来，孩子们也想父亲了。好，老爷我会过去的。庄老爷把人给哄好了，松了一口气，一转头就看到了管家若有所思的眼神。老爷，老奴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老奴比您年纪都大，老奴都不举了，家有老妻作证的。想什么呢？你这个老帮菜能比老爷我更厉害吗？当然不如老爷了。你觉得这个道士可信吗？夫人这么信任他，肯定有点东西的。他看着也不像是骗子，谁家骗子专门往心窝子对人的？男人都很自私，温竹清的话还是在他的心里面扎了一根刺。温竹清给庄夫人疏导一下身体，庄夫人气色好了一些。道长还会医术啊，真是高人，遇到道长可真是我的福气。这是一点心意，道长就收下吧。温竹清并没有拒绝，看病收钱，办事收钱，了断因果，这是应该收的。多谢夫人。
却之不恭了。我给夫人开个药方，夫人放宽心，身体也会好起来的。温竹清尽力帮他开了药方，交给他，说起庄老爷。夫人不关心那几个孩子是不是老爷亲生的吗？老爷觉得是便是，觉得不是就不是，毕竟不是女人，没有10月怀胎，有时候女人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，这个也不重要。夫人高见啊，倒是贫道相差了。刚进门听到这句话，庄老爷那个尴尬呀，难不成夫人知道些什么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不陪着你的心肝宝贝儿吗？夫人，你给为夫留点面子，这还有客人在呢。我的客人可不是你的客人，不敢劳驾老爷你来招待。我这不也是想请道长帮我算一算吗？你确定吗？我算出的东西会超出庄老爷的承受能力了。您这么大年纪，凡事想开点，多活几年才是正事儿啊。有些时候不知道反而是一种幸福。温竹清的话让庄老爷又开始纠结了。人嘛，其实都这样，想要清醒，又怕清醒之后坏了安宁的生活。庄夫人嗤笑出声，这么肉的性子竟然是她男人，如果可以重来，肯定不选这个人做夫君。庄夫人很庆幸，她早就已经对这个男人死心了，把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了大儿子，只希望他可以好好的读书，高中进士，光宗耀祖，离开这个脏污不堪的地方。最终庄老爷一咬牙说道：我要知道，道长帮我算吧。你有血光之灾，灭门之祸。众人呼吸急促，怎么会这么严重呢？这怎么解决？道长救我呀！我当然会救了，要不然我来干啥的？只是我不知道这个血光之灾来自何处，还得等。只要事情发生了，我才好出手。我现在的修为还做不到看破未来，返还于未然。佛门有一门未来经，倒是能做到，不过一般人请不动人家出手。道长肯出手已经很感激了，要不我多请护卫来保护我跟家人。不用，有我在，抵得上上千护卫。庄老爷不用浪费这个钱，还会把更多的人牵扯进来。他还得照顾更多无辜的人，更累呀。那好，都听道长的。该用晚膳了，我陪道长喝一杯啊。好，我也陪着庄老爷好好聊聊。庄夫人身体不适，却内室休息。庄老爷家里也有生意，聊起来不会冷场。温竹清也陪着喝了2杯。庄老爷，你可想过，你小儿子被人拐走会遇到什么事情吗？提起这个话题，庄老爷就满脸的心疼。肯定吃了很多的苦啊！要是能遇到个好人家，把他当儿子养，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道长，我想看看儿子，可以吗？今晚之后，你还能活着，一切都好说。合着他比儿子先死啊！哎呀，多么痛的领悟啊！好难过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，好想喝醉算了。老爷，唐少爷回来了。他不是在书院吗？那么晚回来干什么？唐少爷是庄老爷的侄儿，12、13岁就住在他家里，与大公子一起读书，有些天分，在家里呢也算是半个主子。今年他都已经20多了。辉哥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回来？庄家侄儿大名庄令辉，面容清瘦，颧骨有一些高，有些阴郁。大伯，侄儿听说堂弟有消息了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有了线索。改天呀，我去接你堂弟回来。你有心了。吃饭没有？让厨房给你准备饭菜。读书也是很辛苦的。多谢大伯，侄儿吃过了。那就好，回去休息吧。庄令辉看了温竹清一眼，闪过了一抹杀意。好，侄儿告退。礼数周到，只看外表的话，那还是个不错的年轻人。你家侄儿怎么住你家啊？你弟弟不管吗？我弟弟在乡下祖宅守着上百亩地，不如府城的书院好，就让孩子住我家了。算算得10多年了，这孩子从少年长到这么大，我跟自己儿子一样养着的。庄老爷倒是心善，可是侄儿到底不是儿子，还是亲属有别。这位唐少爷，我看他并不开心，浓眉小眼儿，眉毛间距还短，不是开朗之人。这种面相的人啊，心思重，心眼小，
容易走极端，还是多加小心，别养出仇人来。怎么会呢？道长多虑了，你们这些修行之人，看谁都能挑出毛病来。你既然不信我师父，我们还不说了，谁都是好的，就你的原配夫人是坏的，你这人怎么不分好歹啊？小庄，慎言，少说2句。小庄扭头，眼底闪过了怨恨。母亲那么好，父亲怎么就这么蠢呢？这孩子是道长徒弟啊，没关系。少年人爱说实话，我确实委屈夫人良多了，总想弥补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嗨，夫人自从孩子丢了，一直是郁郁寡欢，对他也是冷淡至极。没有哪个男人愿意回到家里还得面对妻子的冷战。时间久了，有别的女人软玉温香，心也就偏了。庄老爷这个时候才注意到了小庄，越看越眼熟啊，跟自个儿怎么还有点像呢？小庄和温竹清却是脸色突变，一起站起来，看着门外道：“什么人？藏头露尾做什么？”庄老爷吓了一跳，外面有人吗？一股子血腥味飘进来，温竹清脸色大变，取出了几张护身符与爆破符丢给了小庄：“保护好你父母，有人杀进来就砸爆破符。”好，师父小心。温竹清手里突然就多了一面盾牌，一把匕首，挡着盾牌就冲了出去。小庄都死死地盯着外面，护着庄老爷。庄夫人也被惊动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夫人，别出去，有刺客。我师父已经去处理了，你们安心待在这里，别给师父添乱。啊？哪来的刺客？你个老东西，是不是你又惹了什么麻烦回来？你怎么就看不得我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呢？不是我顶多搞搞女人，哪有本事搞来刺客呀？庄老爷还挺有自知之明的，你还有脸说呢你？迟早搞死在女人的身上，你要不要脸？小庄脸色一变，难不成这些人是冲他来的？说吧，为何要灭了庄家人？什么仇什么怨，灭人满门？这就是小庄和庄老爷面带黑气的原因。满门灭绝，那可不得乌云盖顶吗？你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残杀自己人，你们那位老祖宗真够狠的，不怕杀没了吗？为什么？老祖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要杀要剐随便，想让我背叛老祖，不可能。挺好，我就喜欢有骨气的人，希望你的骨气能在我的符旨之下坚持下去。翻了翻荷包，从最底下翻出了一张真言符。宋晨为什么派你们来灭考？老祖宗的干儿子干孙子都是孤儿，无父无母才能中朝。他既然想认亲生父母，心有牵挂，怎么能为老祖宗效忠啊？狼首人捂住嘴，他怎么把真话给说出来了？这人有病啊！你们还喊他老祖宗，就是个老变态、老神经病。除了你们，还有别的人过来吗？没有了，只有我们狼首小队听候调遣。狼首人懊恼，突然抬手就想割掉自己的舌头，被温竹清一巴掌给拍开了。忘了跟你说，你死了也没用，我可以抽出你的魂魄。人可以保守秘密，但是魂魄是没有秘密可言的。狼首人惊恐难言，在世俗界他还可以作威作福，可是面对修行中人，人家有无数的法子可以榨干他的价值。小庄心如死灰，对未来充满了迷茫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温竹清摸着下巴，确实不好办呢。要是都杀了吧，打草惊蛇，不符合自己这一次出来的目的。温竹清也想过收取神识，控制他们的生死，可是看着狼首人宁可自杀也要保守秘密，那这个法子明显就是没用的。不管是谁，对付不怕死的人，那都是很挠头的。道长，我来杀他们，所有的罪责我一个人背了。这毕竟是我们家的事，道长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。宋晨要是找麻烦，就来找我好了，我这条命赔给他们了。只求道长能把我的家里人送得远远的，别让宋晨找到他们，害了他们。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，只要还是朝廷的地界，宋晨还得处，他们就藏不起来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小庄也明白，只要是东厂想找的人，那都是迟早的事儿，他们庄家肯定是逃不掉的。庄老爷和庄夫人已经猜到了事实，都是眼含热泪地盯着小庄，想认亲又不敢。东厂有没有对手啊？或者是畏惧的人？有啊，还不少呢。毕竟东厂只是帮皇上做些脏事儿，朝中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们的，比如
近几年风头正盛的冠军侯沈将军，朝廷的御史们、大理寺的大人们都对东厂深恶痛绝。要不是皇上护着，早把东厂给灭了。这位冠军侯很厉害吗？当然厉害，不过这个人不是好人，是个叛徒，踩着主子上位的，朝中很多人都看不起他。踩着谁上位啊？他曾经是萧将军的副将。萧将军您知道吗？就是西北王的世子，萧清廷萧大将军。嗨，可惜了，被属下背叛，安上了通敌卖国的罪名。老王爷战死沙场，皇后被打入冷宫，萧将军下落不明。这位沈南义沈侯爷就是告密者，现在是皇上的宠臣，曾经西北王的几十万将士都在他的掌控中。温卓卿眼底杀意涌动，竟然又扯到自个儿身上了。萧大将军就是梁正远。据我所知，这位沈将军就在府城呢。他听说宋晨找到了萧将军的线索，也追着来了，大概是想斩草除根，一来是抢功，二来是怕曾经的主子报复他。毕竟现在萧大将军最恨的不是皇上，而是他。我要是萧将军，只会恨皇上。当然，叛徒也得诛灭了。既然在府城，那就好办了。你留在这儿，我去就来。温卓卿带走了狼首人，消失不见，留下庄家众人，这个时候才敢认亲。孩子，你是我家儿子吗？是的，母亲，儿子一直记着您呢。我的孩子呀！庄夫人抱着小庄就大哭起来，庄老爷也跟着抹泪，想抱抱孩子又不敢。一家子的人哭得人这心里面怪酸的。危机暂时解除了，有些人的心思又动起来。老爷，妾身差点就见不到您了，妾身吓死了。还有咱们的孩子，他们也是受惊啊。小庄的脸上闪过了一阵厌恶。母亲，儿子见您走，不在这个家里受气了。儿子现在有钱有房子，能照顾您呢。我和大哥一起孝顺你，你还有我们两个呢。母亲很高兴，你说的对，有你们两个好儿子，母亲不难过。不过，该是你们的，母亲也不会让那些个贱人给夺走。母亲给你们守着呢。夫人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孩子刚回来，你不能给为父留点面子吗？孩子谁家没个妾室庶出的？你该劝你母亲大度，谁家主母不得教养庶出，管教妾室？既然要让母亲教训，那父亲就不要管了。你要是护着，母亲怎么管教啊？这都是我的弟弟妹妹嘛，以后就养在母亲膝下了，省得被妾室教坏了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父亲，虽然庄家是小门小户，大哥将来要科举的，该有的规矩可不能乱，您说是不是啊？你母亲的身子不是不好吗？我也是不想累着她。母亲身子不好，不是还有奶娘和婆子的吗？我倒是不信这位姨娘是亲自伺候孩子们的吃喝穿用的，养着的下人都是摆设吗？小庄在宫中长大，论讲规矩礼数，谁能讲得过他呀？老爷，妾身知道小公子不喜妾身，妾身走就是了，妾身什么都不求，只求能伺候老爷呀。那就做个通房吧，专门伺候父亲，姨娘有心了。庄夫人目瞪口呆，自己这小儿子从哪儿学来这么多的内宅手段呢？小妾被对得无话可说，只知道哭。哭什么哭啊？主子在这儿，谁准你哭了？哭丧呢？滚下去！小妾一噎，她连哭都不能了吗？眼看她吃瘪，唐少爷只好出面。这就是小堂弟啊，欢迎你回家。小庄看人很准的，眼光很毒。这位堂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虚伪，心机深重，也就父亲蠢，会把人给留在家里。这是我家，需要你欢迎吗？唐少爷眼底的杀意一闪而过，委屈道：是我不对，不过大伯，堂弟的身份就这么确定吗？毕竟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，长相是会变的。我呢，也是为了大伯好，要是真的堂弟，还是要开祠堂入族谱，给族老们一个交代。这是在质疑小庄的身份了。张老爷耳根子软，有些疑惑，好像确实只是小庄的一面之词。夫人，你看这事儿。哼，这就是我的小儿子，我认便好，你爱认不认？需要给你什么交代？当年我儿被人拐走，这事还没查清楚呢，孩子也记起来了，
这还能是假的吗？也就你这榆木脑袋，谁说的话你都觉得有理，你都信，唯独我这个正妻会害了你。我的话呀，就都是无理取闹，都是放屁的。您别生气，为了这种人犯不上，那个什么族谱儿子也不稀罕上。他也进不去，残破之身，祖宗是不认的。夫人，你看你误会老爷我了，我怎么会不信你呢？不知道堂弟这些年都在何处高就啊？能请来高人道长，想必不是寻常人家吧？还有这些贼人，是冲着咱们家来的，还是冲着堂弟来的？真是一肚子的坏水，处处给小庄挖坑呢。这些事儿以后再说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，都下去歇着。有些什么事儿啊，明儿个再说吧。我跟孩子说说话，你们都退下。我陪着夫人。不需要，你去哄你的心肝和孩子们吧。我的孩子不需要你那点可怜的父爱。庄老爷尴尬了。老爷，夫人一直不喜欢妾身，都是妾身的错，孩子们也吓坏了。他们还这么小，还是先哄哄孩子们吧。庄夫人已经拉着小庄走了，看他们惺惺作态，都怕自个儿吐出来。且说温竹清这边找到了府城最大的宅子，抓了一个下人审问，果然是沈南义的落脚处。最大的院子里这么晚还没有熄灯呢。温竹清落在屋顶，掀开瓦片往里面看。嘿呦，这位冠军侯还真是帅，比梁正远多了一些桀骜之气，眉眼阴郁，杀意凛然。这位冠军侯正在看情报呢，眉头紧皱。突然信纸上落下了一点微不可察的灰尘，沈南义面色不改，起身要去倒茶，可挥手却是把一杯热茶打在了屋顶上。温竹清及时闪身，这才没有被打中。哎呦，有点本事啊！温竹清闪身消失，沈南义紧追不放。到了郊外，温竹清戴上了狼首面具，停下脚步，打算会这位冠军侯。你是何人？竟敢偷窥本将军，用意何在？我是你爹。这是找死！温竹清模仿着狼首人的招式，竟然是有模有样，与沈南义打成了平手。沈南义的属下眼看着就要追上来了，温竹清准备逃了。哼，乖儿子，别追你老子呀！追上了，老子给你屁吃！沈南义现在已经不是生气，是暴怒。这是第一个敢在他面前放肆的，可惜他的实力只能够与温竹清打成平手，想把人给留下那还不够，再次开始追逃。温竹清把人领到了狼首人的藏身处，把面具还给了他。可怜的狼首人刚刚醒过来，就面对沈南义狂风暴雨一样的追杀，勉强抵抗，最终呢被挑落了面具，当场给擒拿住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温竹清躲在不远处，手里多了一个纸片人，而狼首人的衣服里呢也有一张，这是傀儡术。狼首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眼底满是挣扎，身子就冲着沈南义的长枪对上去，直接就刺穿了脖子，当场殒命了。沈南义蹙眉，今日之事处处透着诡异，这人死的更是蹊跷，谁在算计他呀？属下追上来，看着死人问道：侯爷，这是何人？不知道，彻查他的身份。先搜身，结果呢让属下动容。糟了，竟然是太监，还是狼首统领。侯爷，咱们有麻烦了。沈南义也只听说过东厂的这个堂口，却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东厂的人跟我无冤无仇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何要刺杀我呢？是不是因为萧将军？不过也不应该啊，咱们有共同的对手。哼，这群阉贼也配当大将军的对手？死了就死了，本侯爷还怕他东厂不成？当然不会怕，不过侯爷，这群阉贼最会耍阴招了，还是小心为妙。听说宋晨就在青石县，本侯爷会会他去。沈南义让人把尸体给收起来，准备去跟宋晨对质，让他给个交代。小庄除了自己的身份没有跟庄夫人讲，该说的都已经说了。伺候庄夫人睡下，小庄等在客厅里喝着茶，看到温竹清回来，松了一口气。道长，你没事吧？还好。
你该不会说老夫有血光之灾吧？还真的是。宋先生别不信，贫道关你的血光之灾近在咫尺。宋晨就气笑了。咱家不信。那咱们拭目以待。不过贫道还有样宝物想单独跟先生讲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宋晨眯起了眼，就连小庄都退下了。不知道温竹清跟宋晨说了什么。一刻钟之后，宋晨狂喜的大笑声隔着院子都能听见。小庄很担心，老祖宗狡猾多端，道长做了什么能够让他如此失态啊？温竹清也是满脸的喜色，没想到这老太监这么有钱呢，这波来的不亏。走出来跟小庄说道：小庄，你愿意跟着我吗？道长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宋晨身边没办法待下去了，天下之大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。你跟着我，不管是做长工也好，做徒弟也好，只看你自己的意愿了。温竹清要带走小庄，一来这孩子确实命苦，二来他面相很是不错，福缘深厚，可以收做弟子。就算是不修行，做俗家弟子，帮自己处理一些事情，那也是可以的。小庄对温竹清那是发自内心的敬佩，能够跟着他，那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，马上就跪下磕头。我愿意做您徒儿，师父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先起来吧，既然做我的徒弟，回头肯定要好好办一场，还要祭拜祖师爷。咱们道家收徒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，该有的还是要有的。可是我的身份……你放心，我已经搞定了。宋晨已经把你从宫里除名了，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全新的人生了，不再是皇宫里的小太监小庄子了。多谢师父。现在温竹清说什么小庄都信。温竹清不敢耽误，要在沈南义到来之前离开，让他和宋晨狗咬狗。回到村子里，小庄才知道师傅竟然是个女子，还是年轻漂亮的少女。更加意外的是，竟然给人当了后娘。这么多的反转让小庄很是麻木。倒是孩子们很好奇，后娘出了一趟门，带回来一个小哥哥，收做了弟子，他们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来相处呢？梁正远蹙眉，这孩子除了脸有一些好看，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阿青竟然收了他，让他的心里有一些危机感。温竹清招呼他进门，说道：你的麻烦来了，沈南义这个人你知道吗？你怎么会知道他的？我不仅知道他，还知道他背叛了你。你想不想报仇？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先给你出一口恶气，怎么样？梁正远心中感动，阿青太好了，还帮他报仇呢。突然回过神来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沈南义也来了。其实他一直离这儿不远，毕竟你不死，他这样的叛徒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，这就是人做亏心事儿的下场。不过他也有真功夫的，我都差点打不过，你可得勤加苦练了。你跟他交手了？是的。温竹清把庄稼的事儿给说了一遍。事情就是如此，我只能祸水东引，让他和宋晨狗咬狗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是非常聪明，不过他们不会打起来的。宋晨比你想的更能忍，这些太监从不会讲究什么面子，也自私的很。一个下属而已，死了就死了，犯不上和炙手可热的冠军侯交恶。温竹清撇嘴，有一些失望。哼，打不起来吗？宋晨是缩头乌龟吗？